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拥抱心理，我是拥抱心理的所长周梦许，諮商心理师。上个礼拜谈到我们这个月的专题是邀请我们的林生峰临床心理师来谈各式各样的情绪那上礼拜我们其实谈了阿木叫羡慕跟嫉妒的部分。那其实我片尾有提到嘛，其实羡慕跟嫉妒以前其实不太能够表达的，就是觉得这不是一件太好的，不是一个太好的情绪所以呢，通常呢有羡慕跟嫉妒的情绪跑出来之后呢，通常另外一个情绪也会跑出来，没错，叫做害羞。脑筋急转弯里面叫做阿羞。那通常如果我们最常遇到的是可能会害羞，或者是有人会觉得很羞耻，这两种中文，中文词害羞跟羞耻那不过今天生活心理师就阿羞这个部分的话，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有更多的介绍，更深入的介绍？阿羞这情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命名嘛，就是害羞。害羞其实比较中性，对，没错。但是呢，相对来讲，通常害羞就会跟一些人事物绑在一起，对不对？但是跟人事物绑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进而衍生出我觉得很重要的两种。常常会困扰我们的情绪，叫做自责，或者是叫做羞耻感。会就是羞，然后会我刚刚为什么要这样？是类似这个吗？对，没错。所以大家可以先去区分一下自责跟羞耻这两个情绪差在哪里。羞耻就是一种很想要躲起来的感觉。然后自责是除了躲起来之后，还要来责备自己一下，就是刚刚为什么怎么会那样呢？所以其实两个都是对自己的，对不对？对。但是呢，稍微有一点区分的是说，自责这个情绪呢，通常是对于自己做的一些事情或行为去责备自己。对。但是羞耻不太一样，羞耻呢，它所攻击的是我们一个人的自我价值跟你整个人。有吗？自责也是攻击自我价值跟整个人攻击它比较偏向，自责也是攻击自己自我价值自责它是比较就是去表达的是你做错了某一些事情。对，是对于这个事件你做错了。有时候我们自责是自责我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我没有去对于自己的整个人的整体去做一个攻击。OK。所以自责相对来讲呢，是比羞耻更好处理的。在我们很多的一些比较这种比较隐秘性的一些课题或事件的时候，其实就会比较容易跑出羞耻这种感觉。比方说被性骚扰，有这个是一个大部分类似的受害者，其实这样的受害者都会有害怕，对，会恐惧，可是一定也会有自责。对，也会自责，然后也会觉得很羞耻，或者甚至很羞愧。所以很多时候这两个有一些模糊的地方，但是刚刚比较稍微拉开一点去谈的话，一个是对于事情的这个行为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对你这个人自己的形象的一个整体。那我举个例子就我们用性骚扰来讲，性骚扰他们可能会说，例如说我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去那里？这是自责。对。可是有些人会说，我觉得我很脏，对，这是羞愧。没错，这是羞耻，就是这样区分的。这样的区分其实是有不一样的处理的方式的。因为如果是羞愧，对于你自己这个人的这个我怎么那么脏，或是我怎么会是这么糟糕的人？对，那其实呢，我们会回到就是我们要去协助疗愈，是对于我们自己，对于我们自己整个人的这个一个被接纳，或者是重新的重回到爱跟接纳的状态里面去允许去看见自己，是重新可以拿回自我价值的。简单来讲，例如说刚刚那也觉得我很脏，我很脏的这真的是在讲我这个人就是很肮脏的，或我这个人就是不值得，我就是会被随便对待的。对，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在自我认同或者是自我价值上面，就是觉得就是就是自己就是烂的这个。对，所以其实的确是在疗愈要怎么样，真的会去认回或关怀自己，或者是更可以到爱回自己。其实这是一个疗愈很重要的一个历程。没错，所以这事情如果没有去疗愈好的话，它其实回到我自己是很脏的，或是我是很糟糕的时候，他在他的生命历程里面
就会一直不断的去接触，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去遇到让他感觉自己很脏、自己很糟糕的事情。比方说他可能在人际关系就非常的不顺，然后遇到的人也都是对他不好的，或是他工作职场上老板也会对他就是非常的可能霸凌他什么的，所以他整个人的生命就会一直处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原因是因为他很深的相信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烂掉的人，那他在生活里面他就会去遇到跟他内心信念雷同的人事物来到他的身边。所以这个是很深的一些课题是需要被处理的。所以意思是说，其实阿修的确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就是一个害羞的部分了可是如果再更往下，再更深一点，如果真的到羞耻，或者是羞愧的这种英文好像是很 shame 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其实是很痛苦的耶。对啊，但这件事情呢，它也很深的牵涉到这个社会文化的一种道德观感。没错，觉得很脏，我觉得跟性别无关，只是女性觉得自己脏，跟男性觉得自己脏，背后都有文化的脉络。没错，所以啊，我们在那个情绪能量的量，那个高低的那个图表里面呢，我们会发现羞愧的能量的情绪是最低的，大概只有20几分而已，就是接近于要毁灭的状态。所以才会说这个羞耻跟羞愧这个课题啊，如果我们内在有这样的感觉很深的话，一定要学习去处理它，不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啊是没有办法往前走的。而且其实这个部分啊，在生活上是更难以启齿跟别人讲的，也让这件事情呢更深的被隐藏。所以可能像之前社会议题 Me Too 事件，就后来就引爆了很多，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羞耻跟羞愧这个情绪之所以更难被处理，是因为这个情绪它绑上了一个社会的一种道德观。这个情绪它在抵抗跟面对的其实不是自己跟自己，它在抵抗跟面对的是反而是一个集体社会的集体价值跟意识的那个抵抗。所以更难去被处理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可以，如果谈到 Me Too 啊，或者是性骚性侵，各位可以去看那个有一个词叫做性侵害迷思，或者是性骚扰迷思。这些迷思你去看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理解什么原因这些受害者真的都会觉得自己很脏，或者是就是自己的错才会遇到这个事情。因为其实社会的价值观可能，例如女生就会说啊，你就不要在夜店喝到烂醉被捡尸就好啦。一个女生，你是女生，为什么可以？为什么要去夜店喝烂醉？对，被捡尸，那意思就是被捡尸就是你自己行为上造成的嘛。对啊。可是其实这就是一个迷思，那这个迷思的确就会造成就是这样的受害者就会觉得我真的很脏我行为不检点，我是很放荡的。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比较直白的一句话，就是社会集体价值观杀人。这个话，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语言，但是其实的确是这样。所以其实在疗愈自己的过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协助自己或是协助个案要去超越社会集体价值这个束缚。最要做的事情一样，就是我们一样要把注意力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去关注我们自己，然后慢慢的去建立出自己内在的那个自我认同自己接纳自己的那个力量要开始长出来，那我们就比较能够有这个力量去跟这个社会的一些价值观或者是道德做一些协调，或者是有点抗衡这样。所以你的意思，盛凤，你的意思是说，因为有一些状态是我们会直接来反抗，或者是来就是不同意这些迷思嘛，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对，这就是一种方式，这也是一个方式。可是你的意思说，在做这个向外抗争或者是向外去争取这个正义的这个动作的同时，其实还要有一个动作是回来内在，去疗愈、去认同，去整理自己。对。这样子的双向跟只去抗争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了解自己还是这么重要？我举一个例，就是我有个朋友啊，
他那时候在 Me Too 事件的时候啊，他就有身边很多的好朋友就也有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表达，就是自己曾经也被性骚扰过，这可能就是一个效应嘛。但是呢，我这个朋友呢，他说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自己从小是没有这样子的体验的，没有这样的经历的，但是呢，他却非常深深的感觉到有一种自责感，就好像他没有去，他不能为他的朋友做些什么。或者是没有为他朋友去，但是这都已经过去了嘛。他是事实上他现在的状态是，他也可以去跟他朋友就是做一些安慰的话，或是互动或讨论。可是在他心里很深的地方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状态，是他会自责他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然后没有去帮助他的朋友做些什么。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很特别，因为他没有自己发生过，但是他却有这样很深的自责的这种感觉出现，所以其实回到他身上啊，其实陪他去抽丝剥茧之后，发现，其实他没有真正的活出他内在的渴望，或他常常心里面有一些他自己想要的，或是他渴望的，他却用一些可能一些理由啊搪塞自己，或是否认自己内在真实的感受，所以这样的一个没有忽略，没有去关照自己，忽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其实就投射在他对于他朋友没有去看见他朋友真实的受伤的状态里面，所以也许事件本身不一定是完全是一样的，可是那个没有去看见自己内在真实的需求，或认识真实的自己的这个切断。它其实是可以套用在自己或者是他跟朋友的关系上的，所以这个就是回到自己要跟自己做更深的连结，还有这个更深的内在的一些情绪的处理。不过陈文，我跟你核对，其实因为刚刚那个有一点点抽象，不过我觉得你在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说，自责其实就是一个情绪嘛，对。可是这个情绪到底在讲些什么？是不是真的就是要那么的自责？我那时候为什么没有发现？还是说其实要回来的是可以更深的去觉察的是，什么原因这个自责会跑出来？所以你这个朋友好像在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抽丝剥茧之后，他发现的是，也许他一直都就像你上一集讲的。他有一个内在深处，其实有一个部分，一直被埋藏在里面。可能那个部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是一个我很想要去见义勇为，然后举个例子，然后帮助别人的这个部分，一直被藏起来了。是。可是，所以因为他一直都没有展现这个，所以当他看到身边的人这样子曾经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有那个自责的感觉跑出来，是这个意思。没错。所以其实你讲的这个疗愈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到自己嘛。对。就像你刚刚上一集提到，你认回自己这个狂野的一面，没错。所以他也要去发现到，原来其实我有一个很想要见义勇为，或者是我想要去拔刀相助的这样的一个渴望，是这样的一个面向，那也许就可以去减少，也是一样减少这样自责的一个部分。对，所以同样的道理是在疗愈羞愧的时候，其实也要回来去认回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超越这个二元对立这种对错这种概念的世界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呢，有一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疗愈的关键，叫做原谅。原谅谁？这个之前呢就有讨论过原谅这个课题。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我另外一个朋友啊，他以前小时候也是就是有被家人性侵的这种经验，所以他其实呢长大之后就离他家人非常的远，他就搬出来住。但是在谈的过程中呢，他就说他绝对不会去原谅他的家人的，因为他很痛恨他的家人曾经对他做这个事情。那其实我就跟他说，其实没有说一定要原谅他，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练习的技巧，我带他去
有点像是回到当时受伤的那个场景跟状态，再去觉察在那个状态下有没有一些他没有看见或是没有关照到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或是一些角度。结果他在练习的过程，他突然就是突然开始哭，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感觉到什么？”他说他感觉到他突然之间感觉到这么多年以来，其实呢，他最深的批评的人是他自己。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为什么当时他没有好好保护自己，让他自己受伤了，所以他是在责备那个没有保护好的那个自己。这真的是一个很深的羞愧的感觉。对，所以当他的这个结在心里面跟自己的关系是卡住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在生命里面好好的善待自己呢？所以其实重点来了，他最重要的也不是要先原谅他的父亲，他最重要的是要先好好的去原谅他自己，让他重新去看见不是他的错。所以回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当时发生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他会觉得是他自己没有好好保护自己的想法会出现？有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身边的人忽略这件事情，让他觉得他不应该提这件事情，或是跟他说你就是裙子不要穿那么短啊。那当你这句话一讲下去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的自我价值或是他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这个认同不足的时候，他把你这句话吃进去的时候，哇！你这句话其实内化在他心里面，让他自己伤害他自己10几年、20几年内。家内性侵各位这个议题，我在我们另一档节目，我们有去讲家内性侵这个议题，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不过，就像生活心理师谈的那些迷思、那些语言，然后其实那些羞愧的感觉，真的就是很深的在内心的深处侵蚀着一个人的自我认同的一个部分。所以自我认同就是充满了对于自己的不谅解，对于自己的讨厌，是，甚至其实还会有人在更直接一点会对自己的痛恨。即使受伤的人是他，但是他是多么的羞耻，多么的讨厌跟痛恨自己。这样的其实这样的内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所以啊，其实我会说，在众多的情绪当中啊，羞愧跟羞耻感，它其实是攻击到我们自己内心灵魂的一种情绪，是很深的哦。所以如果大家有这种状况，是一定要勇敢的去寻求一些支持跟协助。不过生活心理师最后好像还是可以整理3个比较 tips 的，对不对？就是说怎么样跟这种我们其实今天比较多的，其实真的是在谈这个羞耻，因为这个感觉是真的是更加比害羞更加不舒服的。对，没错。对，这3个会是什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要学习一样，就是要很深的接纳跟原谅我们自己。自己哦，不管是曾经自己经验了什么。对。第二个呢，我们就要学习一个方向，就是如何让自己去建立自己的自尊，还有如何去看见自己是有价值的。这个事情也可以在生活上找一些方向去学习。那最后一个呢，我们要放掉集体意识，也就是我们要放下过度的道德观跟道德的一些要求。社会的道德，因为有时候道德观是套用在一个社会中，它是来协助社会稳定一些秩序的。对。但是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境或是特定的状态下，它是需要被调整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要越来越深的去学习，回归到我们自己，放掉过度的道德感。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能够从这样的情绪中慢慢的超越出来。观众，你们对于第2个叫做学习建立自尊，或你们会觉得有一点模糊的话，我建议你们回去看上一集。虽然我们在讲羡慕，不过生活心理师有分享一个就是其实建立自尊，你也可以叫做去学习加深自我认同的程度，可以这么说吧。那如果是学习建立自我认同的程度，上一集其实生活心理师有分享他的一个历程，
他练习瑜伽的历程，可是其实那个历程就是在讲怎么样去透过一个学习一件事情，或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慢慢的找回，其实我可以，我也很不错，我也做得到的感觉。今天我们的确讲了一个，我觉得阿修这个词好像没有这么沉重，对，但是我们就是讲另外，但是我们也的确，但是这种很 embarrass 或者是很羞愧的这个感觉哈，我觉得羞愧跟羞耻是真的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很深的哈，我觉得那个深是很深，真的在很自我认同那种底部，然后影响他怎么看自己。然后再影响到他怎么跟人互动是的一个状态，所以希望透过这一集的介绍，可以让各位更贴近羞愧跟羞耻的这个，他们其实不可怕，他们其实要被讨论，对，要被疗愈，他才能够让他逐渐的对你的影响不要这么的不舒服。这么的困扰，下个礼拜啊，也要再讲其他的情绪其实也是现在蛮多的，叫做焦虑，我们叫做影片翻叫阿焦不过焦虑现在根本就是很多人大家都焦虑，对，真的很多那这个焦虑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绪呢？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拜拜。